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高人气但造型很简单，绝对称不上帅气，但就觉得他很帅。本集来看看由千纸店出品的 RealBot 夺魂者，登场于超级机器人大战 OG 系列，但初登场是在游戏超级机器人大战 A， 是选男主角才能选用的机体哦。列入 OG 世界观之后，与另一个人气角色的平行世界版有个不共戴天之仇。初期是敌方角色，但后续大难不死之后，就成为我方的一员。夺魂者，平行时空的引进世界所开发的格斗专用强袭机，定位是一击脱离的作战形态，配合特殊的操作系统，让机体与驾驶动作同步之外，也能够同时将驾驶的想法传达给机体做反应，完全是以近身空手战斗为主。虽然设计方针是放弃防御，但夺魂者除了有优秀的装甲之外，还能够有限度的自我修复。千纸链是无尺寸比例，但夺魂者原设定高度有40公尺，所以本款也没有做得太小只哦。加上头上尖尖角角有到25公分，重量的话就维持千纸链的风格啦，大概就是这么重。跟原设定比，很明显可以感受到本款对外形的修改幅度不小，头部缩小了比例。身形修整较为修长，上半身过于壮硕的感觉也降低了很多。除了更贴近现代的审美之外，也提升了更多的威武感。外形全机涂装，蓝色主色都是金属漆面，所以看起来的质感很好。白色只是亮面的纯白色涂装，并没有使用珍珠白之类的特殊色。铁灰色的部位也都有上对应的金属漆。身上的绿色宝珠也都是以金属的绿色来呈现，因此整体的涂装表现一致性相当的好。另外特别要提到这颗头雕啊，对照原设定或是以前售物的组装模型版，这一款的头真的帅。颈部外层是单方向外拉，内层与头部的连接点可独立单方向可动，头部转动依靠根部的球形关节。虽然胡子很长很尖啊，但它没有外形的妨碍，因此转动无碍。腰部水平转动要注意刮气哦。左右倾倒的位置只有上胸。向后弯曲，整个躯干都会参与，但向前的话就只有上胸部位。手臂转动完全没有问题，内侧根部可以外拉，可以给予手臂向前或向后的延伸范围。肩膀装甲是独立的，外侧装甲可以掀开。水平抬举的外根部还有一个延伸关节，因此可以超过90度很多。上臂转动很紧。下臂也可以转动，手臂弯曲有2个关节点，但上关节点刚出场的时候有一点太紧，加上手臂是可以分离的，所以前臂当支点弯举的时候，可能就只有做到下关节，而且手臂也会被推开，甚至会刮漆，这边要多注意哦。手腕外侧的白色装甲可动，拳头根部是有一点紧的球形关节，然后有多一个往上的关节。本款是武斗派机体，所以预设是超可动手。但也有附属一对造型握拳手可以来替换。裙甲可以掀开，没有外形的妨碍下，大腿抬举范围优秀。水平抬举时，大腿外侧的装甲可以稍微往下调，做一点让臂，不过幅度大概45度左右。另外，水平抬举关节手感偏松，是个隐忧。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关节是本款唯一的齿轮关节，范围不错。脚踝末端的外装甲有为了脚掌接地的造型，所以有左右可动。脚踝的护甲是前后分离，单独可动。脚掌根部是球形关节，接地性优秀。前脚掌有独立的可动。有附属2个具有发光机构的替换拳头，重现使用招式时，拳头会有围绕能量的样子。使用2个 LR621电池。招式玄武钢弹就是典型的金刚飞拳系武装，本款可以将前臂拆下来重现。有趣的是，内部的接点也有还原原设定的样式哦。可惜本款并没有附属任何喷出去的特效键。原作来到 OG 真实世界观之后，因故右腕破损，后续修复之后就改成新式的造型啦。本款也有附属替换的手臂哦。而使用飞拳招式玄武金刚弹之时，手臂的变形状态也能够借由替换零件来完整重现。两手臂的耸孤角，原作中放招式时都会伸长，本款则是以替换零件方式来重现，长度大概是原本的1倍多一点，直接插拔替换即可。
同样，新式手臂的金色耸箍角也有深长的替换件。身上各处的绿色宝珠，在不同登场作品之中，有一些部位会是红色的。而目前的设定是放绝招的时候，全身的宝珠都会变成红色。本款也附属了一整套红色替换件，替换方式几乎都是直接插拔，但有些地方单纯是直接零件互相卡住，所以在把玩的时候有时候会喷出来哦。而身上的宝珠，无论是绿色还是红色，在照射 UV 灯时都会发亮哦。其实眼睛也是采用同样的材质涂装，虽然不是直接使用发光机构啦，不过考量到千直链的尺寸还有它的定价策略，这个方式确实是比较权宜之计。另外，若是在线上商店购买的话，会附属一个特点左手臂，是原作中的事件头目搭乘机体夺权者的左手臂。因为设定上有引入夺魂者的技术设计，所以手臂可以直接的替换使用。拳头的接点构造虽然跟可动手一样，可是手臂的蓝色宝珠它不能拆呀。手臂的角则是固定的，设定上它也不会伸长。虽然手臂的3颗宝珠照 UV 灯也是会亮啦，可是整体来说吸引力不足。夺魂者在激战里的战力一直都是前段班，但平心而论，的确不是一台第一眼就会觉得帅的类型。尤其同系列还有一台既有披风又拿长剑的瓦萨卡，夺魂者相形之下，中二度确实是比较不足的。好在驾驶本身的特色鲜明，游戏制作组在绘制战斗动画时也给足魄力，加上主题曲的节奏相当好记，因此还是令人印象深刻。本来以为本款会像之前的双界皇帝或是超军神一样，会采用玩起来有一点困难，但会很爽的大量齿轮关节，结果全身就只有一处采用。不过外形是真的修得很好看呐，只是把玩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留意刮气的问题。然而因为是武斗派机体啊，没有太多互动配件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至于限定特点，真的是可以跳过了，买一般版就好。总之，我个人是觉得本款不错啦，虽然千直链的价位真的都不是很漂亮，但夺魂者商品相当有限，但论合金完成品的话，本款应该稳稳的是目前的天花板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